截至2026年3月4日，中东战火已经燃烧整整5天。就在全世界紧盯波斯湾的导弹轨迹时，一场更令人震惊的事件在美国本土发生了。3月2日凌晨，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一个以人人持枪著称的城市，一名身披伊朗国旗的黑人穆斯林在酒吧区无差别扫射，造成3人死亡，14人受伤。这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难后，美国本土首次发生的疑似圣战式恐袭。同一天，五角大楼公布了首批阵亡美军名单，4名陆军预备役人员，年龄从20岁到42岁，在科威特的一场无人机袭击中丧生。美国国防部坦言，还会有更多美国人死去。而在西半球另一端，巴拿马政府以违宪为由，强行接管中国企业运营近30年的运河港口。总统穆利诺公开叫板，中国不会反击，如果反击，巴拿马将对等回击。一面是战火延烧，恐袭降临，士兵殒命，一面是盟友被刺，合同被撕，挑衅升级。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将为您系统梳理过去48小时发生的这3条重磅线索，解析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中国在乱局中的战略选择。圣战降临，德州枪击案背后的伊朗阴影1，凌晨2点的屠杀。3月2日凌晨2点，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第6街本该是周末夜生活最热闹的时刻。这条街道酒吧林立，人群熙攘，年轻人正在享受周末的狂欢。一辆大型 SUV 缓缓驶过街区，打着双闪灯来回绕行。没有人注意到这辆车的异常，也没有人意识到司机正在踩点，寻找最佳的火力位置。凌晨2点15分左右，这辆 SUV 在一家露台酒吧外停下，车窗摇下，一支手枪伸出，对准露台上的人群开了一枪。人群还没反应过来，嫌疑人已经下车，端起一支步枪，沿着街道一路扫射。先用手枪制造混乱，再用步枪扩大杀伤。这是事后分析对这起袭击手法的描述。嫌疑人选择的时机极其精准，凌晨2点，人最多的时候，酒吧区酒精上头，反应迟钝的时候，露台酒吧没有掩体无处躲藏的时候。奥斯汀警方在接到报警后57秒就赶到现场，并当场击毙了嫌疑人，但为时已晚，3人已经倒在血泊中，14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21岁的印度裔女学生。2. 身披伊朗国旗的枪手随着调查展开，嫌疑人的身份浮出水面，而更令人震惊的是他身上携带的政治符号。嫌疑人名叫恩迪亚加·迪亚涅，53岁，塞内加尔人，2000年移居美国。2013年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他是一名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的合法公民，一个被同化了10几年的移民。但真正让调查人员和舆论震惊的是他当晚的穿着，一件印有伊朗国旗图案的 T 恤，外套上还写着 Property of Allah， 真主的财产。车里还发现了古兰经。联邦调查局代理特别探员亚历克斯·多兰表示，有迹象表明嫌疑人与恐怖主义存在关联，正在进一步追查。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以指示反恐和情报团队保持高度警惕。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齐普·罗伊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多个消息来源告诉他，枪手穿着带有赞美真主字样的服装。3. 远程报复还是示范效应？这起枪击案发生的时间点极其敏感，就在前一天，美以联合空袭炸死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宣称哈梅内伊死了，这是正义。24小时后，美国本土就发生了疑似伊朗支持者发动的恐袭，舆论迅速将其与伊朗局势联系起来，有媒体直接用伊朗远程报复来形容这起事件。虽然警方尚未正式公布作案动机，但现场的物证伊朗国旗 T 恤、真主的财产外套、古兰经已经让舆论形成了强烈的指向性。更值得警惕的是示范效应。分析人士指出，这种绕行踩点、制造混乱、步枪扫射的手法可能被更多人模仿，城市警戒和社会互疑将随之升级。
如果人人都把戴特定帽子、背着大背包的人当成潜在威胁，公共空间就会被恐慌所改变。4. 德州的尴尬与美国的困境。这起枪击案的发生地是德克萨斯州，一个以人人持枪可以制止枪击而自豪的州，也是特朗普的铁票仓。现实是残酷的，在突发的密集扫射下，普通人很难抬头瞄准，更不用说还击。这也使德州政坛陷入尴尬。州长阿伯特的强硬边境治理和非法移民防范措施人所共知，但这次威胁却来自于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拥有合法身份的公民。入籍并不能改变个人所有的判断，把结论推广到所有移民是危险的。但这次事件无疑将加剧美国社会对移民群体的猜疑。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经济下行、对立加剧的时候，被边缘化的人更容易被极端话语所捕获。这与族裔标签无关，而是与机会、资源、归属感以及长期的心理稳定有关。消费繁荣的时候能遮掩住一些裂痕，但在低谷期就会容易暴露风险。枪击事件直接削弱了让美国更安全的政治叙事，对外强硬，谁得利了，谁又面临更多的危险。政客站在麦克风前大喊大叫，承担后果的却是街上的普通民众。代价显现，五角大楼公布首批阵亡名单4名预备役军人的面孔就在德州枪击案震惊全美的同一天。五角大楼公布了首批在与伊朗冲突中阵亡的美军人员名单。3月3日，美国国防部确认了4名在科威特舒艾巴港无人机袭击中丧生的陆军预备役人员身份，他们的年龄从20岁到42岁，来自美国的不同角落，却有着共同的命运，成为这场战争的第一批代价。科迪 A 霍克上尉35岁，来自佛罗里达州温特黑文市。他于2009年加入国民警卫队，2014年被任命为陆军预备役宪兵军官。他曾于2018年部署至沙特阿拉伯，2021年部署至关塔那摩湾，2024年部署至波兰。这是一位有着丰富海外服役经验的老兵，诺亚 ·L· 蒂特延斯1级军事长，42岁，来自内布拉斯加州贝尔维尤市。他于2006年加入预备役，曾于2009年和2019年2次部署至科威特尼可·埃莫尔1级军事长。39岁，来自明尼苏达州白熊湖市。他于2005年加入国民警卫队，2006年转入陆军预备役，曾于2019年部署至科威特和伊拉克德克兰 J 科迪中市。20岁，来自爱荷华州西德梅因市。他是最年轻的一位，2023年才入伍，距离牺牲还不到3年。陆军预备役表示，他已被追晋为中士。这4名士兵均隶属于驻扎在德梅英的第103保障司令部，他们是后勤部队，不是一线作战人员，却在这场遥远的战争中失去了生命。2. 没有警报的袭击。关于这起袭击的细节，2名官员向路透社透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舒艾巴港的美军设施虽然有混凝土防爆墙保护，但没有加固的屋顶，也不清楚是否有防空系统在运行。但据一名官员称，无人机接近时显然没有拉响警报，这意味着4名美军士兵在完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被一架无人机夺去了生命。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这起事件是由于一枚来袭弹药击中了科威特的一处战术行动中心所致。五角大楼称，目前该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国中央司令部最初于3月1日宣布有3名美军人员在科威特遇袭身亡，2日又表示另有1人因伤重不治。随后该司令部称，在伊朗首轮袭击中被击中的设施内还发现了另外2名此前下落不明人员的尸体。截至目前，美军已有6人在冲突中丧生。3. 还会有更多美国人死去。在向国会进行的闭门简报中，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和国务卿卢比奥向议员们通报了中东局势。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墨菲会后透露，他们在那个房间里告诉我们，还会有更多美国人死去，他们无法阻止这些无人机。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伊朗迄今已发射超过500枚弹道导弹和2000多架无人机，在整个中东地区展开报复性攻击。风险不仅存在于前线，也存在于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其他高级官员已警告，随着德黑兰报复梅已打击，伊朗冲突将导致更多美军死亡。4. 战火仍在蔓延，就在五角大楼公布死亡名单的同时，战火仍在继续蔓延。3月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启动真实承诺4行动的第16轮攻击，动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对以色列境内目标展开打击。3月4日凌晨，革命卫队发布第19号声明，称对位于印度洋的美军战略目标展开了强有力的导弹袭击。声明称，袭击目标是距离伊朗海岸650公里处的美军驱逐舰和补给舰，2舰被击中后燃起大火，这标志着战火已从波斯湾蔓延至印度洋。战线正在持续扩大，而德克萨斯州的血迹尚未干透，奥斯汀街头还残留着弹壳和遇难者的哀悼鲜花。背刺，巴拿马撕毁运河合同的来龙去脉。30年合同一夜被撕，就在中东战火纷飞，美国本土遭袭，士兵相继阵亡的同时，西半球另一端也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全球航运格局的大事。2026年1月29日，巴拿马最高法院突然作出裁决，宣布1997年授予中国企业在巴拿马运河经营港口的特许经营合同为限，理由是未经国会批准。这份合同原本有效期至2046年，还有整整20年。巴拿马政府说撕就撕，没有任何协商，没有任何补偿。涉案的2个港口是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分别位于巴拿马运河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两端，由长江和记旗下巴拿马港口公司运营近30年。这30年间，港口吞吐量稳定增长，运营平稳，从未爆发所谓严重违规争议。2月23日，裁决生效当天，巴拿马政府直接动手，政府人员冲进2个港口的行政办公室，接管运营系统，控制一切。中企员工被告知特许经营权已失效，公司必须终止运营，员工必须服从安排，否则面临刑事检控。面对这一情况，中国企业当天发表声明，用了一个词描述当时的情况：被迫终止。不是自愿退出，不是协商解约，是被人拿刀架在脖子上逼着走。2. 变本加厉，突袭办公室抢文件。香港特区政府2月24日发布新闻公报，措辞罕见严厉，用上了严正抗议、粗暴行径、背信弃义等词语。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态，中方将坚决维护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然而，中方的警告发出不到3天，巴拿马政府却变本加厉。2月26日，巴拿马调查警察突然闯入中企，在当地的一处私人仓储地点，强行带走大量与正在进行的法律案件相关的机密文件和材料。中企声明强调，这些材料是机密且受法律保护的信息。巴拿马政府事后辩称，这是公共检察机关独立开展的调查，与港口接管无关。但中企反问，既然无关，为什么要带走法律案件材料？人们看到巴拿马政府抢走了中国港口，现在还要抢文件。3. 总统叫板，中国不会反击。在整个事件中，巴拿马总统穆利诺的态度格外引人注目。2月26日搜查前，穆利诺在记者会上被问到中国可能采取的反制措施，他的回答是，如果问我的个人意见，我认为什么都不会发生。巴拿马曾经历比目前艰难得多的时刻，所以到时候再说吧。2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次回应，简短但分量很重。中方在巴拿马有关港口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将坚决维护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然而穆利诺依然强硬，他还公开放话。巴拿马从与中国的关系中得到了什么？中国是世界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国家，但巴拿马不畏惧任何反制。如果中国反击，巴拿马也会以牙还牙。
穆利诺的底气从哪儿来？答案不言自明。美国4，美国的身影从后院到战场。近年来，美国在西半球的战略明显强化，核心目标是将整个西半球置于其绝对控制之下，尤其是遏制中国在关键港口、航道的影响力，已成为核心战略之一。而巴拿马运河是什么？是全球航运命脉，全球约6%的海运贸易经此通行。特朗普自从上台后，就把阻止中国在巴拿马运河施加影响列为头等大事，甚至公开威胁巴拿马清除中国影响力，哪里管什么主权尊重、司法独立？历史比现在还要扎眼。回顾上世纪，美国几乎用半价买走运河开凿权和管控权，把巴拿马当摇钱树和军事前哨，榨取财富，动用武力，血淋淋的教训谁都清楚。虽然后来1999年巴拿马完全收回运河，但美国的冷战思维一直没走远，他们仍旧把这里当作自家后院，动不动就算政治账、经济账。当中国企业长期稳定经营运河附近港口，并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一环，美国战略层面不可能视而不见，于是压力开始。有了美国撑腰，巴拿马便敢于撕毁合同，突袭办公室，叫板中国。5. 违宪逻辑的荒谬。巴拿马政府撕毁合同的理由是违宪，合同未经国会批准。但这个逻辑站得住脚吗？很多国际法专家提出疑问：如果违宪，为什么1997年签约时不提？为什么经营近30年都不违宪？2021年刚刚续签25年时也不提违宪，偏偏现在突然违宪了。更关键的是，巴拿马宪法法院的裁决是在美国持续施压的背景下做出的。特朗普在竞选时就放话，说中国正在运营巴拿马运河，要夺回控制权。上台后，特朗普对巴拿马的压力明显加大。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后，拉美国家看到美军堂而皇之绑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这相当于一剂催化剂，让部分拉美国家更加动摇。在抢夺中国企业港口一事中，穆利诺掩耳盗铃地表示什么都不会发生，就是在用鸵鸟战术。比起得罪中国，穆利诺更害怕得罪美国。6. 中方的反制。无声却有力面对巴拿马的挑衅，中国并非无动于衷。早在2月初，彭博社就爆出消息，针对巴拿马的相关裁决，中国正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第一，要求国有企业暂停与巴拿马就新项目展开谈判，这意味着未来可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投资项目被搁置。中国国企在巴拿马的项目包括14亿美元的巴拿马运河第4桥项目，中国港湾承建的阿马多尔邮轮码头，中铁隧道局承建的地铁线路，再加上数十亿美元潜在投资正在洽谈中。当谈判被按下暂停键，信号其实已经非常清晰，你敢掀桌，我就收盘。第二，加强海关检查，对来自巴拿马的香蕉、咖啡等农产品进行更严格的查验。这种回应方式很东方，也很冷静，表面平静，实则层层加压。第三，支持企业启动国际仲裁程序。长江和记旗下巴拿马港口公司已提起国际仲裁，寻求广泛赔偿。国际仲裁不是1-2个月能结束，但它是制度化工具，会形成国际判例压力。第四，要求船运公司评估货物改道方案，在不会出现显著额外成本的情况下，考虑将货物改道至其他港口。虽然巴拿马运河重要，但全球航运并非只有一条路径，哪怕只是部分改道，都会对运河收入形成压力。这些手段能有效打痛巴拿马政府，农产品卖不出去，新项目黄了，还可能要赔中国企业一大笔钱。但问题是，巴拿马疼，美国不疼。特朗普政府的目标已经达到了，那就是夺走中国企业的港口。至于巴拿马损失多少，华盛顿不在乎。7. 事件背后的战略启示。巴拿马事件给中国海外利益保护提出了新的课题。未来中国企业出海必须将美国因素作为关键变量纳入风险评估。某种程度上，这次事件是一次压力测试。如果中国能稳住局面，形成有效反制路径，反而会增强海外项目的安全保障体系。巴拿马或许希望借此获得美国加持，
但从长期看，把自己放在地缘博弈前线，风险远大于收益。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一个道理：大国博弈从来不是靠喊话赢的，而是靠实力、耐心和布局、线索交汇、胜战。死亡名单与被刺的内在关联：一、伊朗的战略转向。从正面战场到本土袭扰，将德州枪击案与中东战局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伊朗战略逻辑的深刻转变。哈梅内伊遇难后，伊朗官方宣布将发动最猛烈的报复。这种报复不仅仅是军事层面的，对以色列发射导弹，对美军基地实施打击，也包括通过代理人或独狼对美国本土发动袭扰。奥斯汀枪击案的嫌犯虽然是塞内加尔移民，但他身披伊朗国旗，穿着真主的财产外套，释放的信号极其明确：伊朗有能力在美国本土制造恐慌，有能力让普通美国人感受到战争的代价。正如分析人士指出的，把惨剧简单概括为报应，把境外的动作和国内的枪声捆绑在一起，虽然容易传播，但是很粗暴地简化了复杂的成因。但不可否认的是，这起事件发生在哈梅内伊遇难24小时后，发生在美国对伊朗开战的第2天，时间上的关联无法回避。联邦调查局已将此事作为恐怖主义行为进行调查，这意味着伊朗与美国的冲突已经从中东战场蔓延到了美国本土的城市街头。2、战争的代价、伤亡数字与政治压力。五角大楼公布首批阵亡名单，标志着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从有限打击到实质交战，从零伤亡预期到血偿血还。4名阵亡士兵中，最年轻的只有20岁，入伍不到3年，他的照片出现在新闻上。他的父母将收到那封最不愿收到的信，他的家乡将降半旗致哀。而五角大楼官员明确告诉国会，还会有更多美国人死去。在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伤亡数字将成为美国国内舆论的焦点，可能激发反战情绪，给特朗普政府带来更大压力。选民对于人员损失的容忍度将成为关键的政治变量。德克萨斯州枪击案则从另一个维度展示了战争的代价，不只是前线的士兵，也包括后方的平民。当美国本土的安全神话被击碎，当人人持枪的德州也无法阻止持枪扫射，特朗普让美国更安全的政治叙事将面临严峻考验。3、被刺的时机。巴拿马为何选择现在巴拿马撕毁运河合同的时间点同样耐人寻味。就在美国对伊朗开战，全球目光聚焦中东之际，就在中国需要集中精力应对中东变局之时，这绝非巧合。分析人士指出，巴拿马政府选择在此时动手，至少有3个考量。第一，美国压力最大化。特朗普政府对巴拿马施压已久，而美军对伊朗开战，对委内瑞拉采取行动，都是在向拉美国家展示决心。巴拿马需要在这个时候向美国表忠心，换取安全保障。第二，中国注意力被分散。中东战火正酣，中国需要应对油价波动、撤侨压力、联合国斡旋等多重任务。巴拿马赌的就是中国，顾不上西半球，即使反制也会有限。第三，时机窗口稍纵即逝。特朗普可能于4月访华的背景下，某些动作很可能带有试探性质。巴拿马想趁中美关系尚未缓和之际，把事情做成既成事实。4、中国面临的战略考验。对于中国而言，这3条线索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战略考验。在中东方向，战火持续蔓延，伊朗与美国陷入全面对抗。中国需要平衡与伊朗的传统友好关系和与美国的经济利益，需要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表明立场，需要保护在伊朗和中东地区的中国公民安全。在美国方向，本土遭遇恐袭，伤亡数字上升，可能使美国社会更加极化，对外政策更加激进。中国需要应对一个更加不可预测的美国政府。在拉美方向，巴拿马的被刺可能产生示范效应，如果处理不当，其他拉美国家可能效仿。中国在西半球的投资布局将面临系统性风险。正如古语所言，国之交在于信，在于义，更在于势。
巴拿马选择在这个时候背信弃义，赌的是中国无力同时应对多个方向的挑战。但历史反复证明，大国博弈从来不是靠喊话赢的，而是靠实力、耐心和布局。中国的应对与战略逻辑一，冷静而有力的反制面对巴拿马的挑衅。中方的应对呈现出几个特点：法律路径先行，支持企业提起国际仲裁，用国际规则保护自身权益，这不是软弱，而是成熟大国应有的处事方式。在规则框架内解决问题，占据道义制高点，经济工具配套。暂停新项目谈判，加强海关检查，评估航运改道，这些措施看似温和，实则层层加压。巴拿马经济高度依赖运河收入和对华贸易，这些措施将逐渐显现效果，外交表态清晰。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应虽然简短，但坚决维护企业正当合法权益，这一立场从未动摇。这是一种柔中带刚的表达方式，不急不躁，但底线清晰。二，战略定力的体现在中东问题上，中国的姿态同样体现了战略定力。面对美伊全面对抗，中国没有高调介入，而是专注于保护本国公民安全，从伊朗撤离3000余名中国公民。面对国际社会要求选边站队的压力，中国坚持呼吁停火谈判，反对单边军事行动。这种姿态不是袖手旁观，而是对国家利益的清醒认知。中国的核心战略目标始终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国内经济建设争取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中东局势虽然重要，但并不直接构成对中国本土的生存威胁。三条底线依然清晰。当然，中国的克制是有底线的，在巴拿马问题上，中国已经启动反制。在中东方向，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直接威胁中国能源安全；如果大规模人道危机危及中国公民安全，中国也将采取相应行动。三条底线，能源安全、公民安全、重大利益安全，始终是中国海外行动的边界。综合过去48小时的局势演变，可以得出以下基本判断：第一，战火已从波斯湾蔓延至美国本土。德州枪击案虽然尚未证实与伊朗的直接关联，但嫌犯身披伊朗国旗，穿着真主的财产外套的事实，已经让美国民众感受到了战争的另一重代价，不再只是遥远地区的战报，而是身边的血与火。第二，战争的代价正在显现，4名美军阵亡，名字、年龄、家乡一一公布，还有2名尚未确认身份。20岁的德克兰·科迪被追授中士，他的照片将出现在新闻头条，他的家人将承受无法弥补的伤痛。而五角大楼官员坦言，还会有更多美国人死去。第三，巴拿马的被刺绝非孤立事件，在美国全面施压。中东战火纷飞之际，巴拿马选择撕毁合同，突袭办公室，叫板中国，赌的是中国顾不上也不敢动。但这种战略投机行为终将付出代价。第四，中国的应对冷静而有力，法律路径先行，经济工具配套，外交表态清晰，既不急不躁，也不含糊其辞。这体现了一个成熟大国应有的战略定力，不被短期挑衅打乱节奏，不为一时意气牺牲长远利益。正如古语所言，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保持战略定力，避免过早卷入，维护核心利益，或许正是最智慧的选择。巴拿马或许可以在一时之间占得便宜，但从长远看，背信弃义者终将失去国际社会的信任。伊朗或许可以通过本土袭扰制造恐慌，但从长远看，战争从无赢家，代价终将由普通民众承担。对于关注国际局势的我们而言，需要清醒认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极其动荡的历史时期。中东战火未息，美国本土遭袭，拉美盟友被刺，每一个事件都在重塑国际格局，保持冷静观察。理性分析或许正是当下最理性的选择。如果您认同本视频的分析视角，欢迎点赞支持。如果您对中东局势或中巴关系有独到见解，
请在评论区留言交流，也欢迎订阅本频道，后续将持续为您带来深度国际时政解析。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